我们李神医死人都能医活，这区区疯病肯定不在话下。李神医，想想办法吧。方少侠，可真会说笑啊！方公子说李先生是当世神医，正好，我也想看看李先生的医术如何，不管真疯还是假疯，都医得好吧？那是自然。他若是治不好，玉夫人大可以再把他吊起来考上一考，我是不会为他求情的。哦，那在下也就试试看吧。别耍花样啊！方少侠不是让我拿出真本事吗？哎，小心！你倒挺关心他。红珠姐，我看来云姑娘病得很重啊。李神医是医不好了，那还是治得好的。那为何不快治？这只不过呢，需要在玉城找几味药材。玉城有药，我猜一定有，找找看就知道了。那便快治。这个玉红珠，还真是蛮横霸道。若不是他杀了那些护卫，现在哪会没有人证啊？姑娘，出来吧。姑娘，那碗粥，这云娇姑娘并非玉城之人，姑娘却对她照顾有加。那么我想问问啊，你家夫人为何不喜欢云娇姑娘？你别怕，我们问这些问题，也是希望帮你家二小姐找到凶手。难道你不是吗？一开始我家夫人对云姑娘还是很好的，只是有一次云姑娘偷写情诗，被夫人撞了个正着，夫人当场把情诗撕了个粉碎，云姑娘脸红的一下子就跟要滴出血了似的。自那之后，夫人便不再喜云姑娘了。哦，那首诗是怎么写的呀？我记得有2句应该是“心系明珠情难解，华花飞絮惹相思”。明珠，云娇姑娘情系明珠，这可是玉秋霜的未婚夫啊！难怪你家夫人会恼他，可二小姐完全没有察觉吗？没有的，二小姐和云姑娘关系一直很好。前几日云姑娘生辰，二小姐还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暖玉赠给她，作为生辰礼物呢。那有劳姑娘了。她现在又在装疯，肯定脱不了干系。可以啊，你也看出来她装疯了。你那么夸张，拿一根针在她眼前晃来晃去，就算是个疯子也知道会痛。她不闪不避，肯定是装的。不过，她跟玉秋霜交好，为什么还要害人呢？难不成真的跟宗正明珠有关？很简单，治好云娇的疯病不就知道了吗？